大家好，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。在上一集水彩基础 EP1 当中，我们提到了关于水彩颜料还有调色盘的使用方式。那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要为各位介绍水彩最重要的工具水彩笔，还有它的笔袋。没有错，这个就是它的笔袋。那我们先打开来看看，里面呢，我大约放了几支基本款的水彩笔呢？那我们透过镜头呢，仔细的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呢，笔袋集里面的水彩笔。然而这些工具呢，其实并不贵，所以我们就透过以下的影片来做一个了解吧。好的，那目前这就是笔袋打开之后所看到的样子。那这款笔袋呢，它收纳的空间相当的多，而且呢前后各有一个夹层。再来比较贴心的地方是，这边会附一个塑胶的衬垫，那以防止我们在使用完水彩笔之后，笔毛暂时还没有完全干，那避免笔毛直接触碰到笔袋，让笔袋变得潮湿。当然，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，就是每一次使用完毕之后，都把笔袋打开来，让水彩笔晾干之后，再合起来做收纳。那在今天的示范影片当中，我会用到这一支2寸的排笔，还有16号平涂笔、14号的圆头笔跟8号圆头笔。那针对初学者来讲，我觉得工具使用上呢，大致上就需要到这4支笔就足够了哦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示范的影片吧。那么这一款平民款的爱丁堡黑雕圆头水彩笔呢，其实真的不贵，0号一支32元，然后到我这支影片里面所用到的14号也才一支108元台币。对了，在开始画之前呢，我们来补充一个重要的讯息。也许大家看到了这一整排的笔，突然之间不知道要如何选择，到底要多大支或多小支。那在这边呢，就是提示一个大原则，一切呢取决于你平常的绘画习惯。如果呢你平常画的都是小图小面积，那么你选的号数当然就是要小一点。那如果相反的，你常常使用大面积来作画，那你就要画大一点。那我们看到这一区呢，就是所谓的圆头笔，再来中间这一区呢是平涂笔，那再来呢最右边这一区当然就是排笔咯。那我们就先来近距离看一下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支号数，也最常用的14号圆头笔。那14号圆头笔呢，可谓进可攻退可守，因为它可以按压笔腹呢，画出大一点的渲染面积，那也可以形成一个很尖的笔尖来描绘小细节。因此呢，针对刚开始接触水彩基础的朋友们呢，这一支笔是再恰当也不过了，而且呢，也不用太有压力，觉得说一开始学基础水彩就要花那么多的钱在工具的购买上面。另外，虽然这支爱丁堡黑雕水彩笔我们看到了关键字黑雕这2个字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它动物性的毛含量非常的少，那人造毛呢相反的比较多，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价位这么便宜的原因。那无论如何呢，以初学者来讲，这支笔算是非常好用了。那再来呢，我们按压笔腹，发现呢这个笔毛的弹性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恰恰好可以利用它这样子的特色，未来呢在做干擦技法的时候就会有良好的表现哦。最后呢，分别看到8号跟14号圆头笔沾了水之后，笔尖收起来的感觉。接着我们同样近距离来看一下平涂笔，那平涂笔的笔毛感觉也是相当柔软。接着吸了水之后，笔腹的含水量也不错。因此呢，针对小面积的渲染，还有小面积的平涂，它的表现力是很好的哦。稍后呢，在后方的示范影片当中就会看到这支平涂笔的功力。最后登场的是我最常用的这支2寸的排笔，那它很适合于大面积的刷水，所以一开始呢，我们要在处理背景的时候，底层刷水用排笔来做最是适合。好，那我们在画之前呢，最好可以使用纸胶带把水彩纸固定住。
用纸胶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在作画的过程当中，不会因为使用排笔大面积渲染而导致水彩纸呢一直不停地跑来跑去。第二个好处则是整个作画完毕之后，再撕开纸胶带，会形成非常完美的白边来衬托这幅画作。那当然建议贴纸胶带的时候贴大约0.5公分即可哦。那首先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3格笔洗这件事情。我们把水装8分满，那习惯性的呢，这一格是洗第1次，那这一格可以洗第2次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呢，永远都不要去让它变脏，保留是最干净的水。那如此一来呢，就不用一直去换水，永远都有最干净的水可以用。我们接着就用排笔来刷水，当然排笔的大小的选择上呢，就牵涉到每一个人作画的习惯，因为有的人呢习惯用比较大面积的纸张，可能是4开，那有的人呢可能习惯于小的纸张8开。在刷水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随便让这个木头的部分呢去刮到纸张表面，否则水彩纸呢就会产生一个凹槽，那就会让接着画下来的画面呢都有一个凹陷的痕迹了。那刷完水之后呢，习惯看侧面水的反光，然后来确定刷的水是否会过多。如果过多的话，我们就会习惯性的把排笔上的多余的水分呢把它吸干，然后接着再到画面上，再去把多余的水呢把它吸起来。好，那静置大概1分钟，因为这是300克的水彩纸，所以它在吸水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比较多的时间。那我们确定呢让它是吸饱水的状态了。好，那再来呢我们就要调色了。那今天呢就是利用这个示范的教学过程当中呢来表现一下，如果是一个海底世界的状态，那我们就不沾色，那直接呢调第1个颜色。那因为是表现海底，所以我的笔触呢就是水平笔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笔触呢，从 A 点拉到 B 点，它会产生停顿的现象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是从 A 点拉到 B 点，而是在尾端抬高，尾端抬高，尾端抬高，这样子的做法呢，就会让留下来的笔触呢，更加的完美。那我们接着再调一点点深蓝色进去看看，因为我们要让这个海底世界的感觉呢，它颜色是多变的，那有海浪的感觉，所以我拉起来尾端我都习惯性会把笔抬高。好，那这一支呢，水彩笔呢，它就完成任务了，这支排笔完成任务了。那我们呢，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，立刻把它洗干净，放在旁边待命。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泡在3格笔洗里。好，接着我们要出动的是这一支16号的平涂笔。那这支笔呢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很方便的来做小渲染。当然，我沾了水之后，多余的水分我仍然是会吸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上面已经有很多的水了，所以我们在做第2次小渲染的时候，笔腹上就不适合有太多水，免得产生排水现象。好，那我加一点点紫色进来。那至于排水现象是什么呢？待会来跟大家做分享。我们就先把我要做的小渲染，好，把它做好。那因为这支是小的平涂笔，所以呢，它产生的笔触呢就会小一点，柔和一点。那我们再来调一个更深的颜色来试看看。它有一个好处是，当你整个按压下去的时候，它笔触是很大，但是用笔的侧面来做的时候，它又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小的笔触。好，接着我们就把紫色呢大量的加进来，因为在这边我往下，我要做出比较浪漫的海底的那种色调。
那越到底下呢，我希望它是越暗的。那基本上呢，笔触呢都是流动性高、比较柔和的。好，深海的地方呢，我用更深的深蓝色。那在调色的过程当中，发现呢，水分有一点不够了，所以我的笔尖就碰一下，只沾一点点，不要太多，免得产生排水现象。那这时候呢，再加一点点黑色进来，调一个更淡的灰蓝色，深的灰蓝色。好，那刚刚我一再强调排水现象。好，那这支呢，工作也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我们一样把它洗干净，吸干，在旁边待命。接着我们要用这支来上场，因为我们要做更小的笔触，所以一样，笔洗干净以后，我们把笔腹的水吸干，因为上面已经2层水了，所以这时候就不适合有更多的水分在上面。那我调了一个比较鲜艳的蓝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来做小的水流。那就如同前面所说的，这支笔呢，它形成的笔尖其实是很明显的，所以如果要用它来做比较细微的变化，足以。这上面呢，也给它一笔前后呼应的感觉。那这个随之出现的小笔触呢，可以让整个画面整体上来讲更加的丰富。那请注意到，我仍然一样不是从 A 点到 B 点，我是下压之后，笔尖下压之后立刻抬高，所以这样就会形成2头尖尖的笔触。于是呢，我们就轻轻松松的从头到尾只用了3支笔，就完成了我们的海底世界咯。最后呢，为了让海底世界画面更加丰富，我们可以上网去找自己喜欢的鱼的图片。接着呢，我们用 Eraser 这个 app 帮鱼一只一只去背，然后呢，再用 Videolip 这个 app 把我们刚刚画好的海底世界呢翻拍之后的照片呢叫进来当做背景。之后呢，再用 Videolip 里面的画中画这个功能，把鱼儿一只一只贴到你想要的位置，这样就完成我们这次的作品咯。最后麻烦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